清代嫔妃侍寝的全套流程是怎么样的呢？近年来清宫剧很是风靡，我们从电视剧里面也可以得知一些信息。妃子们在侍寝之前都要脱得精光，然后用被子裹住，被太监抬到皇帝的床上。其实满清妃子侍寝的流程非常复杂，影视剧中所展现的也只是一小部分。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清代嫔妃们侍寝的全套流程。清代嫔妃们侍寝全套流程大概有5个步骤。第一步，翻牌子确定幸运者。皇帝吃过晚饭之后，太监会端过来一个盛着许多绿头牌的盘子，每个绿头牌上都刻着一个嫔妃的名字，刻名字的一面向下，不让皇帝看到。皇帝会随机挑选出一个牌子翻过来，翻到谁谁就是当晚的幸运儿了。当然皇帝日理万机处理国家政事，加上他的妃子又多，如果每天晚上都要妃子侍寝的话，身体也会吃不消的。如果皇帝劳累想睡觉没有兴致，他就不会去翻牌子了。第二步，通知妃子沐浴更衣，然后用被子裹着，抬到皇帝的龙床上去。太监总管知道皇帝想要选哪位妃子，之后就会吩咐专门抬妃子的太监去通知妃子，然后这个妃子就要开始沐浴了。妃子洗完澡之后不能穿衣服，由太监用被子把它包裹起来，然后由太监再抬到皇帝的龙床上，而且他们要从皇帝的脚头爬进被窝。关于这些复杂的流程，据说是来自于嘉靖皇帝时期。当时嘉靖皇帝听信所谓道士的胡言乱语，用处女的精血来炼制长生不老之药，于是他召集了很多少女到宫中，不让她们吃饭，只能吃草药喝露水。后来这些宫女终于忍不下去了，想要报复嘉靖皇帝，但最后以失败告终了。但是此事也引起了嘉靖皇帝的戒备，所以他就立下规矩，嫔妃们必须脱光衣服之后才能侍寝，而且不能和皇帝过夜。这一规矩一直被延续了下来。第三，太监适时催中侍寝结束。除了皇后和贵妃之外，普通的嫔妃是不能和皇帝过夜的。不管皇帝愿意与否，只要太监来催中侍寝就必须结束，嫔妃就得马上离开龙床，皇帝也不能挽留。第四，由皇帝决定留与不留。一般的嫔妃是没有资格怀下龙子的。等到侍寝结束之后，太监会问皇上留还是不留。皇上若说留，此嫔妃便有望怀上龙子，地位晋升也是必然的事情。如果皇上说不留，那太监就会用精准的手法，找到妃子腰骨之间的某个穴位，轻轻揉指，使皇上的小蝌蚪都流出来。第五，记录日期。皇帝宠幸嫔妃之后，总管太监必须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记录皇帝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临幸了某位妃子，这个记录必须非常详细，进行存档，以备考察，因为这样才能推算出妃子怀孕的时间。对与不对，清代嫔妃侍寝的过程非常复杂，总结其原因无非以下几点。首先，保证皇上的人身安全，其次为皇帝的身体着想，最后呢，整个侍寝流程是非常强调皇权的，至高无上的，妃子们必须听从所有安排，才能顺利侍寝，而这样也会让他们对皇上产生一种敬畏之情。欢迎关注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